大家好，我是新毛啊。那么最近呢，官方它内置了这个 CWIR 的这个放大，那么我呢也想第一时间来体验一下。毕竟呢，这个生图模型啊，CWIR 放大呢，现在基本上是每个工作流必备的一个这个放大的一个选项啊。确实呢，这个你生成的图呢，一般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如果咱们想更高清呢，目前最好的放大呢，应该就是 CWIR 了。同样，今天为了方便我们这个硬件配置比较低的这个同学也能够顺利的跑这个工作流啊，那么我这个工作流呢也是分为了本地版和软件 Hub 的线上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介绍本地版啊。那么官方推出的这个 CWIR 呢，首先它用的模型啊，它只支持我们 int8 的模型啊，只有这两个，只有一个 int8，这个3B 的 int8 和7B 的 int8的这个模型。啊，它是不支持 FP 系列的模型的那么如果你们想体验官方的 CWIR 的这个高清放大模型的话呢，你们首先要把你们的 ComfUI 的内核版本升级到0.28.0以上的版本才可以啊。那么这个我先说结论吧那么我实际体验下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升级的，因为它的显存占用的更小，然后速度呢也要更快。那么对于我这个50系的显卡呢，我的5060 Ti 16G 的显卡来说呢，虽然我装了这个 CG Attention 3但是呢，我在用7B 模型的时候，我发现确实这个官方的这个Int8的这个模型，它跟我这个原来的7B FP8的模型大小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显存占用FP8显存占用特别大，而这个 Int8呢，显存占用比较小。并且呢，Int8的它的速度比我开启 CG Attention 3的这个 FP8的速度还要快一些这个是我个人使用下来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进行一组测试对比，行吧？那么首先呢，上面这个是老版本的这个 CWIR 节点的一个放大，采用的呢是 FP8的模型，然后下边的呢就是官方的这个 SD 这个 CWIR 的这个放大。那么我呢，它是用的这个 int8的类型，这两个模型的大小呢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首先准备一个1K 的图像，我们来从这个节点老的这个方式，我们来跑一跑，看看它的结果我们点击运行这个采样耗时呢大概是19秒那么生成的图像呢是20.85秒20.85秒，然后这个图像的对比呢，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一选过来就清晰了，对吧？我用这个鼠标一点过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清晰这个右边呢是原图，左边呢是高清之后的图可以看到原图呢确实比较模糊，对吧？那么我们放大之后呢就清晰了很多可以看到眼睫毛了。然后呢，衣服也是这样的，衣服呢原来你看比较模糊，对吧？那么经过高清放大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清楚比较清楚。这个呢是1K 放大成了2K1K 放大成2K，大概是20.85秒20.85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用官方的节点用官方节点来放大那么官方呢，我们种子采用的跟上面是一样的9527。我们来固定一下固定它的种子。然后，那么官方节点呢，你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如果你们用官方工作流改的话呢，它的这个颜色校正模式选择 Label 选择 Label 不然的话呢，它这个放大的时候有时候颜色会变亮这个可以看到原节点也是选择的 Label 对吧？但这样的话呢，它放大之后的这个亮度会跟原图差不多不然它会，如果你选无的话呢，它会图片放大之后会变更亮。然后这里放大的尺寸呢也调成2048了那么这个官方的这个 CWIR 放大这个工作流呢，是我在官方基础上改了一些参数之后的它跟官方的是不太完全一样的当然反正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是比官方用着好用的然后我看官方里边呢，它这里边虽然放了很多节点吧但是我自用的话，我也不准备把这些节点再拆出来了因为对于我来说呢，CWIR 的放大它就是一个模块化的一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把里面的节点单独再拎出来再修改里边的东西也就是官方节点它自带这个阿尔法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合并的这个阿尔法呢，
哎，一般呢，你不用你就可以把它屏蔽掉。哎，这个呢其实是遮罩啊，其实是遮罩。那么这个遮罩用来干啥呢？我还没有测试啊。那么我对它的猜测呢，就是它可以，哎，让你指定要高清放大的区域啊，或者是排除高清放大的区域，哎，来用的啊。那么通常呢，其实我们一般用不到啊，所以我就把这个给屏蔽掉了。哎，就把这个节点给屏蔽掉啊，不然它会报错。哎，然后呢，这个尺寸啊，这个就是图像的尺寸，我连过来了。哎，那么原来呢，官方的节点它应该是一个放大倍数，对吧？哎，然后我把那个节点删掉了，啊，我改成了图像的尺寸，啊，这就是我更改的地方。哎，这个尺寸呢放大到2048，哎，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用官方节点放大的效果。啊，为了保证公平呢，我两个地方都加了一个清理显存占用的一个节点，我们来试一试啊。好，放大结果已经出来了啊。那么它放大的时间呢是15.78秒啊，15.78秒，要比我的 FP8呢大概快了5秒钟啊，大概快了5秒钟。我们来看一下官方节点放大的效果啊，效果也可以对吧？哎，这个鼠标一点过来，其实就可以看到啊。哎，右边呢就是原来的模糊的图啊，左边呢就是放大的图啊。这个眼睫毛也看到了对吧？啊，一致性应该也还行吧，对吧？然后它的服装我们来看一下，哎，右边呢是模糊的图，左边是高清放大的图。啊，可以看到也是可以的，对吧？这个效果。然后呢，这两个图我们也来对比一下啊。哎，这两个图呢，上面的呢就是老节点的图，下面的呢就是新节点的图，我们来对比一下啊。我这个节点重新跑一下。好，这就是这两个图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右边呢是图像 A，左面是图像 B 啊，右面图像 A，左面图像 B。哎，那么你们看着觉得差异大吗？哎，你觉得哪个效果好？哎，右面呢是老节点，左面呢是官方节点啊，右面是老节点，左面是官方节点。啊，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嗯，是有一些差异哈，是有些差异，而且我觉得好像官方节点放大的还更好啊，你们看是不是？对吧？啊，这个他们也可能跟他们种子的差异有关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放大效果，嗯，都可以接受，对吧？啊，这个节点版的这个放大呢，它显得就好像自然一些啊，官方这个节点呢，好像就更精细一些。啊，这个你们反正也可以看自己的喜好啊，你们觉得哪个好呢？哎，这个你们可以投个票啊。哎，右面的呢是原节点，左面的是官方节点啊，右面自然一些，左面的好像锐化一些啊，左面好像更锐化一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7B 的模型的对比啊。哎，那么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放大的2K 的图啊，这个2K 的图我看看啊，它这个是用官方节点放大的。好，用这个2K 的节点放大之后呢，我们这里选成7B FP8的模型，然后呢，我这里分块我得改一下啊，不然会报显存。然后这里改成4096啊，下边呢也是啊，这里改成4096，然后这个地方改成7B int8。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跑一下，哎这一组啊，7B 它就会慢一些啊。然后我这个显存目前看占用也不低哈，84，这是老节点，老节点显存高一些。啊，老节点用时是77.721秒啊，这我分块开的比较高啊，如果分块我再稍微开低一点，应该能再快一些啊。FP8呢跟 int8的模型大小也是差不多的啊，可以看到官方节点显存占用特别低，对吧？哎，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然后速度应该也挺快哦，这里没有列单独的时间啊。上面这个呢大概是78、79。啊，如果算79的话，算80吧，算80就是，哎，上面可能是大概80秒，下面的话就是75秒。啊，这个对于7B 模型来说呢，两个图放大的速度应该就是差不多了。啊，但是呢，下面的显存占用的是明显的低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哎，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跟原图的对比吧。哎，这是2K 放大到4K，我们来看看啊。2K 放大到4K 呢，它的眼睫毛看的就更清楚了，对吧？哎，眼睫毛看得更清楚了。然后呢，它的这个衣服我们来看一下。哎，衣服呢右面看着好像有一点糊，是吧？哎，左面看着就更清楚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官方版的啊。官方版的呢也是这样的，对吧？哎，眼睫毛的更清楚了。哎，然后皮肤呢因为更精细啊，所以有时候看着好像有一点跟鱼鳞纹似的，对吧？啊，这个汗毛孔都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呢，好像有一点像鱼鳞纹一样的东西了啊。这个皮肤它确实精细化，它就是有点像鱼鳞纹那样。然后从衣服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右面好像糊一些，是吧？哎，左面就更清楚了啊。这个是官方版的放大效果啊。那么我们再来对比两个放大结果的对比哈。哎，这个看着从这个图看着区别不大，对吧？啊，也是这个，哎，图像 B 看着就要更锐化一些，对吧？哎，图像 A 呢，它就会更自然一些啊，更柔和一些。这个是右面是官方节点啊，右面是官方节点的放大，哎，右边是官方的放大，左边呢是老版本的放大啊，是原节点的放大啊，这个我感觉很难看出来区别了。我们再来看看衣服啊，衣服的话好像左边是清楚一些，是吧？哎，好像左边会更清楚一些啊，看不太大的区别，看不出太大的区别。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对比结果。那么工作流呢和模型我都会放在相应的网盘里啊。那么我的结论呢就是值得升级啊，因为它的显存占用更低，而且呢时间会更快。至于放大的效果呢，其实区别不大啊，区别不大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后面呢就可以把你们的康福 UI 的版本啊升级了一下了啊，升到0.28.0以上的版本，然后呢直接用官方的 CUR 放大就可以了，哎，提升你们的这个效率啊，批量出图的效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线上版啊。那么线上版呢也是啊，因为个别的这个节点和模型啊，这个是 Random Hub 的这个官方人员去维护的啊，所以它缺失了一些东西啊。就比如我们的现在呢，官方版的这个 CWR 放大呢，它缺失了这个 VE 模型啊，因为我们这个 VE 模型呢，虽然用的模型是同一个啊，但是它们在 Model 文件夹下面的这个路径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虽然这个模型呢，软件 Hub 上有，但是呢没有把它放在 VAE 这个文件夹里。啊，官方的这个节点呢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EMA VAE 模型放在我们的 VAE 文件夹下面啊，才可以识别到啊，所以这里是识别不到的啊，这里是识别不到的啊，这里没有啊。那么线上版呢，现在暂时就只能用 AIO 模型了，然后把它的 VAE 分出来啊，然后单独用它的 VAE 去实现。啊，那么后面呢，等 Running Hub 官方更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节点删掉，哎，然后呢，用这个 VAE 加载器把我们的这个 EMA VAE FP16接过来，哎，然后把 VAE 连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那么这是他们两个的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像我们本地那样，哎，创建一个子工作流啊，所以它的所有的节点都在列在这里了。那么线上版呢，目前我试了一下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呢，虽然它确实也能高清化啊，然后速度呢，显存啊，这个速度确实也是要比这个用老版那个节点快啊，哎，但是呢，它的放大的质量我觉得是没有本地版好的啊，没有本地版好，这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VAE 造成的，哎，那么你们呢可以。感兴趣呢，可以去线上去玩一下啊。那么后面等 Running Hub 官方更新 VAE 之后呢，哎，把 VAE 模型替换掉啊，直接就可以用了啊。好，行吧，哎，其他的呢就跟线下那个本地版是一样的啊。那么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一定要给我一个一键3连啊，谢谢啊，谢谢。